股市中存在两大难题：下跌后的上涨是反弹还是反转？上涨后的下跌是回调还是行情结束？这应该怎么去区分？今天我们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技术——固比撑压线、蜡烛图的技巧，来识别上涨中的回调和下跌当中的反弹。即观看视频学习的同时，在下方可以点赞并订阅本频道，以后会有更多关于技术分析的视频更新，大家可以及时的观看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固比的撑压线。这项技术，如果你是对技术分析有一定了解，那么对于这一个人你应该不陌生。他是在全球市场当中都非常著名的10大技术分析大师之一，也是专门研究趋势交易的大师戴若·固比先生。而今天我们所要教学的是他广为人知的某种技术，叫固比倒数3线。这项技术是他经常用来识别上涨回调和下跌反弹的止损和入场点的。曾经有幸听过戴若·固比先生的课程，在课程当中他就讲解了有关于固比倒数3线的使用，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，让大家对于固比先生的倒数3线有一个初步的认识，究竟怎么在上涨和下跌当中去使用戴若·固比先生的固比倒数3线技术。现在我们来学习如何分辨上涨当中的下跌是回调还是行情结束。固比先生所绘制的固比支撑线，它的逻辑在于市场上涨中的下跌，它会有一个阈值，而只要在这一个界限之上，它的调整皆为正常的回调。而一旦股市当中的下跌超过了这个界限，则很容易引发的是市场趋势的改变。那么我们怎么去绘制股市当中的固比倒数3线技术呢？我们先要了解一个基本的概念，就是市场当中的上涨，它其实指的是什么？固比先生认为，市场当中的上涨，我们一般研究的是它的最高价格。当股市当中最高价格在不断的抬高，每日都有更新的高点出现，最高的价格在更新，那么这种行情就叫做上涨。每天的最高价都在创新高，这就叫做强势的上涨。上涨是正常的能量释放。那么我们在固比3线技术当中，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找到当下趋势的异动 K 线，也就是异常的现象。我们刚才有讲到，市场当中的上涨，最高价格在抬高是正常的表现，是强势的表现。那么什么叫上涨当中的异动 K 线？就是股价的最高价在抬高的过程当中，突然出现不再抬高的最高价，那么这一根不再抬高的最高价，它的 K 线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根上涨的异动 K 线，我们把它标一个0号 K 线，而0号 K 线代表的是上涨阶段首根出现的衰竭现象，上涨的衰竭。我们再来看到第2根 K 线，第2根 K 线我们标注1号 K 线，1号 K 线比较简单，它是0号 K 线出现之后，我们往左边看到的邻近的第1根 K 线，它就为1号 K 线。我们再往左去看到2号 K 线，2号 K 线是在1号 K 线的左边，它的特点是它创了1号 K 线的最低价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在1号 K 线和在2号 K 线之间有一根空档 K 线，我们并没有作为任何的使用。那这一根 K 线为什么不能标为2号 K 线呢？就是因为它的最低价格并没有打穿1号 K 线的最低价格，所以它不能标为2号 K 线。而你会发现2号 K 线的最低价是比1号 K 线的最低价还要低的，它创了1号 K 线的最低，那么它就是一根2号 K 线。以此类推，我们的3号 K 线也同理可得，它是以2号 K 线为参照的 K 线。当由 K 线在左侧打破了2号 K 线的最低价，那么它则为3号 K 线。1、2、3之间是可以有间隔 K 线的，间隔多少根都是可以的。0和1之间是不能够有间隔的。那么这0、1、2、3这几根 K 线加起来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固比支撑线。当然了，戴若·固比先生在原著当中更喜欢称其为我们所提到的是倒数止损线。
它的意义其实差不多，就是本次的价位3号 K 线的最低价格是关键价位，它不能够被上涨中的调整跌破。如果上涨当中调整出现了有效跌破本支撑线或说止损线，则说明这一次下跌它的级别将不是一个调整，很大可能会改变趋势的上行，甚至会转为下降趋势。那我们会发现这3根阴线的下跌并没有跌破止损线、支撑线，而出现反转反包阳线之后，市场重新归于上涨，它只是一个回调。这又是带入顾比先生的支撑线的画法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如果你还不懂，那么可以把这张图呢截图保存，可以慢慢的根据左下角的这些文字来进行一个标注。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部分，顾比的压力线下跌如何去识别是反弹还是反转？股市在下跌当中，我们往往会看到的一个现象是，它的价格一般会不断创新低，也就是说，在下跌途中，它的一个动能表现是低点不断的有再创新低的现象，而这种现象就是市场当中的下跌所特有的动能的释放。下跌的正常表现就是最低价格的创新低，那么下跌当中它同样存在异动的 K 线，这一根异动 K 线就是下降过程当中不创新低的 K 线，比如说这一根阳线它没有创前期我们这一根 K 线的最低价，所以它是一根下跌异动 K 线，又包括这一根阳线它的最低价没有创左侧 K 线的最低，所以它也是一根我们所说的下跌异动 K 线。一般股价下跌当中，异动 K 线最好是在真实低点附近去寻找。那么很明显，这一根 K 线是一个相对有效的0号 K 线。好，那么0号 K 线依旧它的左侧第一根就是我们所说的1号 K 线，而接下来的2号 K 线、3号 K 线有所不同，它们的条件呢，我们要去对比的不是最低价，而是最高价。2号 K 线是一根最高价高于1号 K 线的左属 K 线啊，很明显1和2号 K 线它们也是密切相连的，因为中间并没有空档 K 线。而3号 K 线呢，它是最高价高于2号 K 线的左属 K 线。我们会发现2和3之间就有2根 K 线是空档 K 线，它们的最高价格并没有比2的最高价高，所以它们跳过忽略。那么3号 K 线呢，就是这一根 K 线了。那么0、1、2、3这几根 K 线标注清楚之后，带入顾比先生的压力线或者说进场线，我们就能够去绘制了。这里就是一个压力线和进场线的绘制标准。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下跌后的反弹，它起码得要有效站上压力线、进场线，才能够认为本次更大可能是反转而不是反弹。而你会发现的是，股价有效突破压力线了吗？很明显，这一次的上涨并没有效突破，它只是略微突破，然后就重新跌落，回归到下跌。那么这一次的上涨就不能够被简单定义为能够反转。那么前面的行情我们讲到上涨回调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去使用，比如说股价上涨，最高价格是被创新高，而不创新高的 K 线标注0号 K 线，它的左侧为1，比1号 K 线最低价创新低的为2，比2号 K 线最低价创新低的为3。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波上涨定义为一波良好正常的上涨，而这一波下跌它是回调呢，还是市场当中行情结束呢？3号 K 线的最低价格将会是一个相对关键的一个支撑位，有效跌破，我们认为本次的下跌将会再次引发市场中的下降趋势，甚至会创新低。所以呢，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同样去绘制一个上涨当中的顾比回调，我们所说的倒数止损线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一波完整的行情，从前期下跌后的反转到上涨之后的反转，这是一波完整的波段行情。在其中，我们是否现在已经学会去使用关于顾比倒数3线的真正的画法？好，大家看到图中
如果前面的固比倒数线你已经学会，那么这一张图中的所有的支撑压力位，你应该都能够比较快速的寻找。好，刚才呢，我们是不是讲到了，在这里出现了0、1、2、3，那么关键的支撑压力位在这里出现。你会发现股价下跌是不是没有有效跌穿3号 K 线最低价？所以这一波呢，它为回调，而大概率它为回调，市场后续再次止跌上涨。那每次的上涨回调，你都可以去绘制我们所看到的固比止损线。那包括这里股价上涨，最高价创新高，不创新高为0，左侧为1，而后是2，再而后是3。那股价这里是不是同样也没有有效跌破3的最低价格？所以这个支撑位依旧是有效的。我们再往后看，股价上涨，最高价创新高，都是正常的。直到这一天出现0号 K 线，左侧为1，而后为2，这里要跳过一根，因为最低价并没创1的新低。好，这里呢为3，价格还是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。所以你会发现的是，一波行情的启动，它不是突然之间单边的上涨，而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股价的下跌在强势波段当中，往往不会跌破固比倒数线的止损线，这种是一个调整正常的现象。而如果跌破，则为回调弱势。那包括后续的每一波调整，你都可以去画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当股价不创新高为0，左侧为1，而后为2，这里为3，是不是很明显都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？直到在反转的形态出现的时候，这里股价连续创新高，没有异动 K 线，而这一天出现了高点不创新高为0，左侧为1，创新低之后标为2，而后为3。好，当你会发现有效的固比线被跌破之后，市场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相对的下跌行情就出现了？固比线的跌破，它不是说一定会发生趋势的反转，但是当固比线在回调当中被跌破时，则代表本次的上涨趋势岌岌可危。所以我们会发现的是，在强势波段当中呢，不有效跌破固比倒数的支撑线，那么是很好的。而如果出现跌破，它不是说一定会反转，但市场当中一定会走弱，而走弱则是上涨结束的第一个征兆，下跌将会慢慢变为强势，这是一个上涨当中你要去上长去绘制这一个支撑线，发现市场当中调整的异动。前面一次一次的下跌都没有跌破止损线，直到最后一次你发现某一次开始跌破了，你要开始小心，这一波下跌有点不一样，力度上更强了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去绘制出所谓的压力线和支撑线。刚才我们只讲了，这个怎么去在这上面画出这个支撑线啊？你也可以呢把这个压力线画一下。前期我们讲到这个压力线，是不是你会发现关键低点的压力线和关键高点的一个支撑线，往往呢它会产生后续的一些发酵。你会发现这一个压力线是不是从前期低点而来，而它后续是不是连续性的都不能够有效突破，而等到有一根 K 线有效突破啊，我们说的最好是有一根阳线，而它的实体有一半以上都超过了这一个价位，最好没有太长的影线，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单根 K 线突破的信号。而后续的回踩有效，并没有有效的跌破，而是有效的支撑，再次反转，像这些位置都验证了有效的突破。当压力线有效突破时，它后续也会成为一个很关键的支撑位。而当支撑线有效被跌破时，下跌破位反抽不能够修复，那么这种有效的跌破后续呢，它也会变成关键的压力线。压力支撑是互相转换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呢在带入固比倒数线的技术上，可以多多的去进行绘制和研究支撑线和压力线技术分析研究到尽头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找压力和支撑，这是一种寻找到短期压力和支撑的关键性技术。那么听到现在，如果大家觉得对你有收获，也不要忘记在视频的结尾，在下方可以点赞该视频，并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。如果你还存在某些疑问，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呢进行留言，
阿哲看到之后呢，会尽可能的解决你的问题和疑惑。那么更多精彩内容呢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今天就先到此结束了，下期会更加精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